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11月29号，加密圈呢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BitMax 的创始人 Arthur Hayes， 那个发明了永续合约、改变整个加密交易史的人，突然在采访里边放炮，说一个刚上线6天的项目会暴跌99%。这个项目呢叫做 Molnet， 代币是 MON。几个小时以后 ，Molnet 的创始人 Keone 在 Twitter 上发了一篇长文，正面刚回去。一个说你的代币经济学就是垃圾，另外一个说你根本就不懂我们的技术到底有多牛。两个人呢，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凶。最后 Hayes 直接扔下一句狠话：有种你现在就解锁所有的代币。我当时第一的反应是，我靠，这个瓜有点猛啊。但当我把他们所有的发言、项目技术和代币结构都扒完一遍以后，突然发现这个可能是今年2025年末我看到的最值得普通的投资者认真研究的一场骂战。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场骂战，顺便我们会讲解一些这个市场你必须要知道的真相。先说说 Hayes 到底是怎么开炮的。他在 Altcoin Daily 的采访里边直接点名说 Molnet 很可能会下跌99%，又一个高市值、低流通的 VC 币。这话一出呢， Molnet 的创始人 Keone 立刻回应。Keone 的回应方式也很有意思，他先很客气地给足面子：“亲爱的 Hayes 大哥，我很尊重你，你的永续合约改变了整个行业。”然后呢，开始上技术牌，1到2秒内确认交易，号称性能对标甚至超越 Solana，170个全球验证者节点，强调去中心化，完全用 C++ 和 Rust 从零重写全新的 Molnet BFT 的共识机制，异步执行并行处理。这编译器这一整套的优化，最后呢还很礼貌地抛出一句：“佩斯大哥，你要不要亲自的试一试？我可以送给你一点 MONB。”这个态度软中带硬，看起来呢既体面又自信。但 Hayes 的回应更直接也更冷血，他说：“去他妈的教育我才不在乎你的技术到底做了什么，我是个交易员。”然后呢开始连环追问：“你怎么消化90%的待解锁代币？需要多少真实的使用量才能承接 VC 和团队未来几年的抛压？每个月1%的通胀，你打算怎么维持价格？”最后一句更致命 ：“MON 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短线玩玩还可以，长期呢只会向下。”看到这里呢，我当时觉得 Hayes 说的有点道理，但要真正听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你必须要先搞懂一个概念 ：FDV。FDV 全称 Fully Dilute Valuation。完全稀释市值。一句话概括，不是看现在市场上流通多少币，而是把所有未来会解锁的币全都算进来，按当前的价格来估值。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假设有一个项目总共发行了100亿枚的代币，但上线交易所的时候只放出10亿枚的代币，币价是1美元。这个时候呢，流通市值等于10亿枚乘以1美元等于10亿美元。FDV 呢等于总共发行的代币，也就是100亿枚乘以1美元等于100亿美元，市值才10亿，好像还行。但问题是，那剩下的90亿代币在哪里？在团队的手里，在 VC 的手里，在解锁的计划里面。而且呢，这些代币不会说有一天全砸出来。一般来说，团队和 VC 的代币会锁1到4年，然后呢，每个月或者是每个季度释放一部分。这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vesting 解锁计划。所以 Hayes 说的90%未解锁，并不是说有一天会突然90%一起给砸下来，而在提醒一件事儿：接下来的几年，市场里面会一直挂着一把持续解锁加上持续抛压的刀。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花1美元买的币，团队和 VC 的成本可能只有0.001美元或者更低。他们每个月解锁一点，慢慢的卖给市场。他们卖给谁呢？卖给你我这样的散户。这个就是过去2年无数散户亏钱的原因。高 FDV 低流通的结构，价格看起来不高，估值呢其实已经非常贴了，真正出货的空间留给了早期筹码更便宜的那批人。那回到 MON 身上呢， MON 的总供应是100亿枚，上线时流通约11%， FDV 呢大约40亿美元，典型的高 FDV 低流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Hayes 的质疑绝对不是凭空瞎喷。
Keone 当然不服，他反击说：第一，你信息不对称，我们的年通胀率只有2%，远低于其他 Layer 1的5%到10%。第二，我们锁定的代币不能够质押，这个很少见，因为很多项目 VC 锁仓期间还能够质押赚钱，等解锁以后直接砸盘，我们不让他们这么干。第三呢 ，Coinbase 公售采用了从底部填充，小额参与者优先，不让鲸鱼扫走所有的份额。第四，我们是从头构建的技术，要拓展去中心化区块链的能力边界。最后一句很有意思，一生只有一次，值得一试。这个有点制造 FOMO 的意思了，听起来像是在说错过这次就真的没有下一次了。客观来讲，这些设计确实比很多项目都要良心一些，但 Haze 根本就不接招，他直接放出大招，现在就解锁所有代币，你敢全部解锁，你就跟所有所谓的以太坊杀手不一样，有种你就这么干。这一句几乎是正面撕开了所有技术叙事的包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 Mainnet 真的敢现在一次性解锁所有代币，团队和 VC 成本极低，会立刻抛售，市场根本就承压不了这么大的抛压，币价可能在短时间之内直接腰斩，甚至自由落体，项目会立刻死亡。所以没有任何的链敢这么做。但如果不敢解锁，就证明了 Haze 的观点，代币经济学确实有问题。这个就是锁仓的悖论。锁仓本身不是坏事，它保护了项目不被早期的投资者一次性砸盘，但锁仓周期太长，再加上 FDV 太高，等于散户长期接盘。Keone 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陷阱，所以呢，他反问：你对 Mainnet 有什么具体的批评？你自己投的项目不也都有锁仓代币吗？然后打了一张情怀牌。你也说我们团队有才华，技术好，如果我们真的成了呢？现在的区块链不可能是最终的样子。如果我们都像你一样，那大家都应该趁早收拾收拾回家洗洗睡了。但 Haze 的最后一句话更狠，一切都是关于流量，兄弟，你敢不敢让市场现在就给你的币一个真正的价格？到这里呢，两个人停止继续争吵。看到这里，我当时心里呢有一个疑问，Haze说我对技术一无所知，我也不在乎。那这个被他无视的技术到底牛不牛？到底怎么样？值得 Keone 这么硬刚吗？我们先不带情绪，快速看一眼 Mainnet 到底是什么。简单讲 ，Mainnet 是一条新的 Layer 1的公链，对标以太坊和索拉纳。它的技术确实有点东西。打一个比方，传统的区块链像是一条单车道的高速公路，所有车也就是交易必须排队，一辆接一辆的走。以太坊的 Layer 1就是这样，所以它慢而且贵。索拉纳的做法是，我把这条高速公路修得超级宽，理论上呢能同时跑很多的车，但问题是，为了修这么宽的路，它只能有少数几个超级强大的收费站，也就是验证者来管理，这个就牺牲了去中心化。Mainnet 的创新到底在哪里呢？他说我不扩宽车道，我改变车的运行方式。他引入了异步执行，简单来说就是我可以让车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时间处理，把整个车子都拆解了，发动机先走，车身后跟，轮子最后到，反正最后能组装起来就行。他还用了并行处理，不是简单的把马路给加宽，而是在同一条路上搭出了多层立体的高架，让不同方向的车可以同时跑，互不干扰。最关键的是 Mainnet 的 BFT 共识机制解决了流水线共识的尾部分叉问题。这个技术细节有点太复杂了，你就可以理解成它让高速公路既能跑得快，又不容易出事故。结果就是 Mainnet 能做到1到2秒的确认交易，但同时呢，保持了170个验证者节点的去中心化。从纸面的数据来看 ，Mainnet 确实牛逼。他想要做的是 Solana 的速度，再加上以太坊的去中心化。这个就是为什么 Keone 那么自信。技术团队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从头用 C++ 和 Rust 重写一切。他们觉得自己真的做出了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看 Keone 的自信不是没有道理，技术呢确实有创新。但这里有个问题，技术再牛和币价有多大的关系？这个就回到了这场对峙的核心矛盾，一个人在讲技术，另外一个人呢在讲筹码和供需，鸡同鸭讲。把前面的来龙去脉都梳理完以后，你会发现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在同一个频道上说话。Keone在讲技术，Haze 在讲供需。
一个人是说我们的技术有多牛，能改变整个行业，改变世界；另外一个人说我不管，代币经济学扛不住，你的币肯定会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工程师的世界观，技术强，生态就过来了，需求也过来了，价格自然就会稳。交易员的世界观，供给大于需求，必然下跌。这跟技不技术没有关系，两个人都没有错，只是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一样。而且黑子说的也不是空穴来风，过去几年无数高 FTV 的项目都验证了他的逻辑。Aptos 上限$8，现在呢$1.8。ICP 上限$700，最低跌到$3。这些项目技术牛不牛？牛。团队不强吗？强的一笔。但代币经济学的问题最后都反映在了价格上。所以这是一场注定没有结论的争论。但我越研究越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第一个疑问，为什么 Hayes 专门针对 MON 呢？ Hayes 作为 VC 自己也投了很多的项目，那些项目也都有锁仓，也都是高 FDV， 但他从来不这样攻击自己投的项目，为什么偏偏是 MON 呢？有人在评论区里边这样说 Hayes 你从来没有对你投资的项目问过这样的问题，这很奇怪对吧？我想了想，可能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 MON 上线的时机有点太敏感了，11月24号主网上线，正好是市场开始 FOMO Layer 1叙事复活的时候，而且呢 MON 的营销太强了， Coinbase 首个公售代币，技术叙事完美，团队年轻有冲劲，全网都在推，这看起来太像是一轮新的 VC 收割了。第二， Hayes 需要维护他自己的品牌，他的人设是什么呢？反 VC 战散户，看不惯收割。 MON 这种高调的 VCB 一出来，他如果不骂那就不是他。第三， MON 的技术叙事太强了，直接挑战了 Hayes 的世界观。 Monet 在说技术能改变一切，但 Hayes 相信市场永远比技术诚实，这是两种价值观的正面碰撞。第四，骂 MON 对 Hayes 来讲完全没有风险，他没有头帽，没有利益冲突，可以尽情的输出，而且话题度越巨大越能涨粉，越能巩固人设，能引发讨论。这是一场风险极低、收益极高的舆论战。讲到这里呢，我本来准备收尾了，但昨晚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闪过：这场对峙到底对谁有利？我们重新看一下时间线，11月24号 Monet 的主网上线， MON 代币开始交易，但价格表现平淡，甚至跌破公售价。对于一个号称要对标 Solana 和以太坊的项目来说，这个开局有点尴尬。然后呢，11月29号 Hayes 在采访当中说 MON 下跌99%，几个小时以后 Kiona 长文回应，双方 battle 引爆全网。结果是什么呢？ Monet 一个原本话题度一般的项目突然火出圈了，所有人开始研究 Monet， 所有人开始讨论 MON， 所有人都在说它的技术、它的经济模型、它的未来，曝光度暴增。如果没有这场骂战，它只是一条新公链而已。市场上呢已经有了几十条 Layer 1的竞争，谁会关注？但现在呢，全网都在关注。然后我又注意到一个细节 ，Kiona 第一条回应里边说，要不要试试？我送你点 MON， Hayes 哥。而 Hayes 虽然骂得很凶，却从来没有说过 Monet 会失败，只是质疑代币的经济学。而且 Hayes 自己也承认，我听说你还有你的团队很有才华。这个真的是纯粹的对立吗？我甚至脑补了一个画面，某天 Kiona 给 Hayes 发了一条消息， Hayes 大哥，我们的项目要上线了，但市场太冷，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Hayes 回答，怎么帮？ Kiona， 你骂我一顿，往死里骂，说我们会跌99%。 Hayes， 你是认真的吗？ Kiona， 没事儿，我会正面回应，说你不懂技术，你骂得越狠，话题度越高，事成以后$100万的咨询费。 Hayes， 成交，反正我也觉得你们的代币经济学有问题，我说的全都是真话。然后呢，就有了这场对峙。当然这只是脑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可能真的只是巧合，可能 Hayes 就是看不惯 VCB， 可能 Kiona 就是被迫回应。但我知道的是，在加密圈，争议等于流量。一个项目如果想快速的获得关注，最有效的方式不是说自己多牛，而是制造争议。
而最有效的正义就是让两个有影响力的人公开对骂。不管这场对峙是真是假，不管是巧合还是策划， Maonad 成功了。他让所有人都在讨论他，包括我。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心里感觉有一点不太对劲，因为我发现我就是那个被精准影响的对象。这几天我都干了什么呢？研究 Maonad 的技术文档，分析 MON 的代币经济学，看两个人所有的发言，做这期的视频。这一切很可能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更有意思的是，通过 Kiana 的回应，我了解了 Maonad 的技术。通过这场对峙，我获得了对 MON 完整的认知。这比任何的广告都有效，因为我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主动的去探索、去质疑、去思考。这种主动获得的知识会留存得更久。而你呢？现在正在看这期视频的你，现在你知道 Maonad 了吗？知道了。你对这个项目有没有那么一点点的印象？一定有。那么恭喜你，你也成为了他们成功营销的对象，包括我。这就是这个市场。好的，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再见。